老公出轨，还偷偷转移财产，被我意外发现后，婆婆反而指责我没本事留住男人。可没过多久，公公在外面养的小三便登门造访，于是我用同样的话劝婆婆大度。后来我俩痛定思痛，联手让公公和老公净身出户。看着他们破产后惨不忍睹的样子，我们俩直接坐拥千万家产，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我走了，晚上加班不回来吃了。老公留下这句话，便急匆匆地开门走了。我看着桌子上他落下的手机，准备擦擦手追出去送给他。屏幕这时候亮了，一条暧昧的消息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帘。哥哥，你昨晚弄得人家好痛哦，记得今天晚上在老地方见面哦，不然人家不原谅你。昨晚老公发微信说公司要聚餐，凌晨3点带着一身酒气回来的。我直接愣在原地，无意识地按照肌肉记忆解锁了他的手机。幸好他的手机密码还来不及更换，对方的头像是一张可爱的卡通图案，老公给他的备注是 AAA 小王。刷完水混合着洗洁精泡沫滴落在屏幕上，我无暇顾及这些，满脑子都是他出轨了这4个字。我和丈夫郭思睿相识于大学时期，我们俩的爱情故事在今天来看再普通不过了，没有任何的轰轰烈烈的桥段，按部就班的从相识、暧昧、相爱、结婚，然后一步步走到今天。今年是我们结婚3周年，我以为能拥有这些平凡的生活已经很幸福了，可没想到这段平淡的感情里有人先变了心。婆婆一脸疑惑地凑到我身边，怎么了念之？怎么愣住了？是思睿出什么事了吗？我一下子从回忆中拔出来，定了定神后朝婆婆摆摆手表示没什么，然后我擦了擦手，把这条暧昧的消息还原成未读状态。趁婆婆没注意，我将微信消息同步到一台不用的电脑上，随后隐藏了手机同步消息。相信很快郭思睿就会发现自己的手机忘了拿。果不其然，午休时郭思睿借同事的手机打来电话：老婆，我的手机是不是落在家里了？我轻轻嗯了一声。他掩耳盗铃似的发问：有人给我发消息吗？你也知道我打断他：我没注意啊，应该有吧，不过我没看。怎么，有很要紧的事情吗？要不要我现在帮你看一下？他立刻紧张起来：不用，别看了，老婆，你在家好好休息吧。像是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的语气，随后他又补了句：没什么要紧的事情。我把手机放回原位，静静等待着郭思睿。不出10分钟，郭思睿就出现在家门口。进门后，他一眼看到了桌子上的手机，然后冲过去，牢牢地攥在手里。晚饭过后，郭思睿被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吓了一跳，看他紧张的神情，8成是那个 AAA 小王打来的。郭思睿心虚地看了我一眼，见我正戴着耳机观看一档综艺节目，于是他鬼鬼祟祟地闪身钻进阳台，啪嗒一声上了锁。我降低手机音量，坐在床上听着郭思睿讨好般贱兮兮的语气，以及听筒里时不时传来撒娇的声音，胃里一阵翻涌。可能怕时间太长我发现什么，郭思睿说了几句恶心的话后匆匆挂断了电话。我看着电脑上同步的消息：老公，明天是人家的生日哦，你不会忘记了吧？宝贝的生日，老公怎么可能忘记？老公早就提前预定了云上餐厅的窗边位置，到时候给宝贝过一个盛大的生日。那人家想要上次那个包好不好？买，宝贝要什么都可以。亲亲老公，
我不由得想起上个月我生日那天，郭思睿上班去，我特意嘱咐他下班后顺路给我带一个生日蛋糕。可是那天他借口加班，晚上没有回家，蛋糕也是婆婆给我买的。也许那时候郭思睿就已经和那个女人不清不楚了吧。第二天一早，郭思睿就悄悄地起来打扮自己，那香水味我隔了800米都能闻到，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今晚有约会似的。我没理会他这些孔雀开屏的行为，就算是离婚也不能让他好过。当晚，我甚至刷到了老公和小三在云上餐厅接吻的视频。视频里，两人吻得难舍难分，完全不顾周围在场用餐人的目光。小三动情地当场落了泪，老公更是情不能自已。我认得他，他是郭思睿今年新招的秘书王佳茹，他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青春靓丽，满脸写着胶原蛋白。我把视频反复地看了又看，时间指向凌晨5点，郭思睿醉醺醺地走进了客厅。我啪的一下打开灯，他好像清醒了几分。老婆，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我当即把视频投屏到电视上。我的老公还在外面和别的女人演偶像剧，作为妻子的我怎么睡得着呢？郭思睿的脸一瞬间由通红转为煞白。老婆，你听我解释，这就是个误会。我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摆出一副我不听的样子，而是仰起头认真地看着他。我倒要听听恶心的男人该怎么为自己的出轨辩白。我抱着肩膀，好以整暇地看着郭思睿，可能是没料到我这么冷静的反应，也可能是还没想好编什么谎话。他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郭思睿想了半天，脸涨得通红，然后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直接开始抽自己耳光，一声比一声响。老婆，我不是人，都是他勾引我的，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我绝对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吵闹声惊醒了婆婆，她出门看见郭思睿跪在地上，上前心疼地扶起他。怎么了？这是大晚上的，怎么还吵架了？暧昧的视频依旧在电视上循环播放着，起哄的欢呼声混合着接吻的声音，久久回荡在空旷的客厅。婆婆看完后脸也红了，她走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念之，这件事是思睿对不起你，但是这都半夜了，吵到邻里邻居的也不好看。你先让思睿起来，他跪坏了你也心疼不是吗？就算你不心疼，我这个当妈的也心疼。说到底还是女人没太大本事，留不住男人。思睿就是一时犯了糊涂，你看在妈的面子上就原谅他这一回吧。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说的话过于没人性，语气也软下来。这种事咱们女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就过去了，以后还是继续好好过日子吧。公公也站出来帮着他儿子说话，哪个男人没有这时候？你别上纲上线的昂，每个男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你要学会包容，别一点小事就闹得天翻地覆，家和万事兴。我早该料到的，就算是再好的婆婆，心里也是向着自己儿子的。这个家一个明辨是非的人都没有，我气得浑身直哆嗦。离婚，我要离婚！郭思睿见我孤立无援，此时也露出了真面目。离婚？你可要想好了，你现在的好生活都是谁给你的？离婚的话，你可1分钱都拿不到，还不如就这么过下去。我还能让你衣食无忧。看见他这副恶心的嘴脸，我只想吐。真拿自己当封建时期的皇上了，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不过他有句话说得对，如果离婚的话，我1分钱都拿不到。结婚前我可能是被下了降头，以为这个男人会真心对我好，
于是我义无反顾地为郭思睿倾尽所有。现在想想，我当初真傻，但现在我可不能再犯蠢了。我要让渣男付出他应有的代价。理清楚思路的我狠狠甩了郭思睿一个耳光，要我现在原谅你也可以，以后你不许和那个王佳茹来往了，马上把他开除。郭思睿咬了咬牙，行，老婆，我明天就开除他。我发誓以后绝对不和他来往了，你一定要相信我。他那副得意的嘴脸，还真以为我怕了他，活脱脱蠢蛋一个。之后的几天，郭思睿努力装成一个当代24孝老公，每天按时上班下班，还开始学会在回家的时候给我带一束玫瑰花。结婚这么多年，他竟然都不知道我花粉过敏。原来这就是我当初精挑细选的枕边人。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不过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的道理我还是懂的。虽然表面上他好像不再和王佳茹有任何联系，可我还是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发现了端倪。比如他小程序的聊天记录，为了暗中联系，王佳茹竟然自己开发了一个小程序，伪装成点餐系统的样子，实际里面全都是二人聊骚的记录。我正一一翻看的时候，接到了赵小璇的电话。他是郭思睿公司的行政主管，恰巧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不过郭思睿不知道这件事。念之，最新消息，王佳茹今天中午是从郭思睿的办公室哭哭啼啼地跑出来的，听说是被开除了。我知道了，小璇，谢谢你。挂断电话的我并没有松一口气，事情真的这么容易吗？我不相信郭思睿会这么听话。果不其然，很快我在家附近的超市里看到了王佳茹的身影。这家超市是会员制的，而成为会员的必要条件则是单次消费满10万元。王佳茹一个着急傍已婚大款的穷苦学生，怎么会有多余的钱花在我家附近的超市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个已婚大款替他买的单。我捡起他丢下的小票和郭思睿银行卡的消费记录一一比对，果然在一张不起眼的银行卡里查到了消费记录，而这张会员卡也是挂在郭思睿名下的。晚上有人敲门，我透过猫眼看见门外的王佳茹挑了挑眉。这年头，小三都敢登堂入室了吗？她一进门就直奔公公和婆婆而去。叔叔阿姨好，我是隔壁新搬来的，这是我带的礼物，希望您二老喜欢。说着，她就把今天在超市买的茅台和茶叶往我公公怀里塞。公公顿时笑得合不拢嘴，和王佳茹热情地攀谈，还邀请她留下来吃饭。婆婆虽然有1秒钟的错愕，但出于礼貌，还是接待了她。我不信他们没看出来王佳茹就是视频里那个女孩，只是装傻罢了。但我没吭声，因为我想看看王佳茹今夜来访有什么目的。此刻她正满脸讨好的夸婆婆保养得好，婆婆一脸尴尬，可能是不适应这份热情吧。王佳茹又笑着看向我，这就是念之姐姐吧？我老听思睿提起过你哦。我是不是忘了介绍我自己？我是思睿的私人秘书。他把私人2个字咬得格外重，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俩的关系似的。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无视王佳茹，径直走回房间。原来是我雇佣的私家侦探发来的消息。看完消息那一刻，我差点没收住想掐死他俩的心。刚刚王佳茹炫耀的隔壁的房子，竟然是郭思睿买给他的。表面上假装开除他，实际背地里暗度陈仓，最后还来了个金屋藏娇。外面门响了，我深呼吸了几口，淡定地开门。郭思睿一脸懵逼地走进来。他第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王佳茹，
从他的表情来看，他也不知道王家如今天要来的事，估计是不请自来，也许是身为小三耐不住想向正主耀武扬威的心思吧。整场晚餐是在尴尬当中度过的，当然是尴尬的是郭思睿，他的目光止不住从我和王家如身上来回流转。见婆婆对她的态度说不上冷淡，但也远没有公公那么热情。于是王家如饭后拉着婆婆在沙发上说笑，她的眼珠子咕噜噜地转，然后俯身在婆婆耳边说些了什么。婆婆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就连眼角的鱼尾纹都带着笑意。私家侦探又发来了新的消息，几天前郭思睿陪着王家如偷偷去了趟医院妇产科，她怀孕了。我觉得好笑，看来郭思睿头上的绿帽子不是一般的大呀。郭思睿的婚前体检结果表明，他患有无精症，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我怕这个消息打击到他和他父母，所以一直宣称是我不想要孩子。从婆婆脸上的笑容来看，刚刚王家如估计是告诉她自己怀孕的消息吧。婆婆虽然不说，但我明白她心里还是想抱孩子的，这就恕我无能为力了。不过，王家如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呢？第二天，家里又来了新的不速之客。一个看起来50有余，但妆容华丽的女人，坦然地坐在沙发上，婆婆则捂着心口坐在地上哀嚎。我急忙上前扶起她：“怎么了妈？这个阿姨是谁？”婆婆站起来，指着那个女人的鼻子痛骂：“这是谁？这还能是谁？这是你爸给你们在外面找到新妈，你这个贱人，老不要脸的，还勾引别人的老公。”我反应过来，心里暗笑，原来公公在外面也是彩旗飘飘，怪不得那么理解他的好儿子。那个女人轻飘飘地讽刺了婆婆几句后，直接大摇大摆地离开，只留下婆婆坐在沙发上止不住地喘粗气。晚上公公遛弯回家，还没等坐下，就被婆婆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刚开始她还因为心虚说了几句软话，后来直接放弃，开始和婆婆对骂：“你个老不死的，黄土埋半截的人了，还学着搞破鞋，真不要脸！你天天凶神恶煞的，还不许我去外面找温柔乡，我打死你个老不要脸的东西！你敢动手，你动手我就和你离婚！多大岁数了，你要不要脸？我打死你个老不死的东西！离婚！我要和你离婚！”说完，婆婆气得直接冲上去，公公的脸上顿时多了几道血痕。见他俩打得差不多了，我走过去，学着那碗婆婆的样子开口：“妈，这点小事儿至于你这么闹吗？妈，还是咱俩女人没本事，留不住男人，就别怪他们去外面找女人了。这种事，咱们女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就过去了，以后还是继续好好过日子吧。”公公见状也跟着附和：“还是念之懂事，你给我老实安分一点，敢和我提离婚，我让你1分钱都拿不到！”婆婆气得哆哆嗦嗦的用手指着公公，随即眼睛一闭，直挺挺地栽到地上晕过去了。公公也没理会躺在地上的婆婆，气得摔门而去。我叹了口气，将婆婆扶到房间休息去了。公公一连几天都没回家，经过婆婆一番调查，发现那个女人是公公平时跳舞的舞伴，巧的是也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第二天，婆婆就当街拦住了那个女人，众目睽睽下，二人厮打在一起。可架不住武力值没有人家高，脸上挂了彩灰溜溜的回来了。晚上郭思睿回家，婆婆诉苦刚诉一半，面对的不是儿子的嘘寒问暖，而是她劈头盖脸的指责。她可能是没想到自己平日里爱护着的好儿子会帮着公公，一时间愣在原地。妈，你也太不懂事了，
家丑不可外扬，你倒好，闹得满小区都知道了，这让我爸以后怎么做人？这句话就像踩了婆婆的尾巴一样，顿时点燃了他。他怎么做人？他老不要脸，一把年纪还出去搞破鞋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怎么做人？你可是理解你爸爸了，一家子男的没有一个不出轨的，你可真是你爸爸的好儿子。好你个没良心的，竟然帮着你爸，你可真让妈妈寒心呐！我就要闹，闹得全小区都知道那个贱人勾引别人的老公，让他没法在小区做人。你不帮我也就算了，反过来帮你爸，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婆婆抹了一把眼泪，还想要接着骂。郭思睿不耐烦地打断她：“好了，别哭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就体谅体谅我爸爸，别让这种丑闻影响了公司的股价。说到底，他谁也不关心，只是担心自己兜里的钱罢了。”我嗤笑地看着这一大家子的闹剧，不知道他们结局怎么收场呢？那晚过后，婆婆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脸上再也不见那种意气风发了。1周后的某天晚上，婆婆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进我的卧室。念之，可以和妈妈谈谈吗？我看着她这副拘谨的样子，只觉得好笑。其实婆婆这个人也不坏，只是心里的那杆秤太过于倾向自己的好儿子了。其实我认识婆婆的时间比认识郭思睿还要早。大学时期的我，课余时间会去做慈善义工。某天气温太高，我意外中暑，晕倒在马路上，周围的人都不敢上前，怕我是碰瓷的。只有路过的婆婆一个人把我扶到树荫下，给我扇风喂水，直到我醒来才离开。后来和郭思睿确认关系后，她带我见她的父母。婆婆一见到我就认出我来，笑逐颜开地招呼我。她还说她第一次在马路边见到我就知道我是个好姑娘，非常喜欢我，还想着能做她儿媳妇就好了。没想到如今愿望真的实现了，能娶到我是她的儿子有福气。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变了样。也许是郭思睿在婆媳关系之间的不作为，也许是我和婆婆疏于沟通，我也不知道了。我从回忆里拔出来，婆婆把热牛奶递给我。念之，妈妈错了，妈妈之前不该那样说，真是刀子不落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痛，希望你能原谅我。没想到我悉心培养的儿子到头来和他的父亲一个德行，我真是对他们太失望了。婆婆说到最后竟然小声呜咽起来，我安慰了她一会，她渐渐平静下来，情绪由悲伤瞬间转为悲愤。念之，妈决定和他离婚。我一脸为难，妈，离婚可以，但是可不能白白便宜了那个女人。婆婆攥着我的手，妈知道前段日子苦了你了。念之，郭思睿的事情是他对不起你，他要是还不醒悟，再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妈也把他扫地出门。我俩相视一笑，感觉关系又回到了刚认识的时候。婆婆突然摩挲着双手，犹豫不决。只是我淡淡开口：“你是纠结王佳茹肚子里的孩子吧？”婆婆瞪大了双眼：“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我不但知道王佳茹怀了孕，而且还知道她肚子里的孩子其实不是郭思睿的。我将我调查到的资料全部告诉了婆婆。婆婆听完止不住向我道歉：“念之，对不起，都是妈妈错了。没想到竟然是郭思睿没有生育能力，妈妈为这些年的误解向你道歉。”我摆摆手表示没关系，毕竟我也没有告诉他这个消息。私家侦探的消息又来了，公公的出轨对象竟然就是王佳茹的妈妈，还真是一个消息比一个劲爆。我把短信给婆婆看，婆婆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正巧这时，王佳茹又不请自来了。
阿姨，我又来打扰您了，您不会介意吧？我看着婆婆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不得不说，我有时候还真佩服王佳茹。她的妈妈就是公公出轨的对象，她竟然还有脸来这里，还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呢。一家子都是小三。那面王佳茹依旧在滔滔不绝，丝毫没有看到婆婆阴沉的脸色。阿姨，我的父亲从小就去世了，妈妈平日里又很忙，我看见您就像看见我的妈妈一样亲切。妈妈平日里很忙，呵呵，忙着勾引别人的老公吧。我和婆婆对视一眼，她立马会意，这个家不欢迎你，请你马上出去。公公从公园遛弯回来，刚好听见这句话，顿时不乐意了。说的什么话？怎么对佳茹这么没礼貌？别听她的。佳茹，来。王佳茹得意地看了我一眼，语气却装得可怜兮兮的。阿姨，不知道佳茹做什么惹您生气了？婆婆咬牙切齿地瞪着她。公公还在发号施令，怎么回事？今天的晚饭呢？我站出来解释，爸，保姆今天有事请假了。要不……还没等我说完，公公马上扬起声音，保姆请假了，那你是干啥的？天天在家里闲着什么也不做，尤其是你，真不知道思睿娶你干什么。我把未出口的出去吃吧吞进肚子里，表明上公公冲着我发火，实际上在指桑骂槐地说婆婆。王佳茹笑着打圆场，不如今天我做东请大家吃饭吧，正好大家聚一聚。公公捋了把胡子，你看看你们，还不如佳茹一个小姑娘懂事。闻言，王佳茹摆出一副惶恐的样子，叔叔别这样说，叔叔您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就不好了。郭思睿进门看见的就是这幅场景。公公伸出手对着我指指点点，王佳茹得意地站在一旁附和。见郭思睿回来，公公更加嚣张了，大手一挥，走，佳茹，今天叔叔请你吃饭，你叫上你妈妈。至于你……公公转过头，看着婆婆和我站在一起，一点都不懂事，在家好好反省反省吧。老婆子你也别去了，我和思睿晚上还有公司的正事谈，你去不合适。郭思睿竟然看都没看我一眼，直接跟着公公出门了，门被狠狠地关上了。婆婆的眼泪直接滑落下来。公公和郭思睿的态度不亚于直接和婆婆宣战了。既然如此，我们也没必要手下留情了。婆婆抹了把眼泪，怒骂：死老头子，一个下里巴人，当了几天老板，还真以为公司就是他的了。这句话的信息量挺大的，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念之，你不知道，你公公从前是入赘我们家的，只不过郭思睿接手公司后，他才挺直了腰板，不然……哼哼。说到这，婆婆突然脸红起来。对不起呀，念之，妈不是有意瞒你的，只是当初死老头子死要面子，才没告诉你的。我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毕竟男人嘛，不就那样。想到这，我连忙追问：公司目前还在您的名下吗？婆婆点了点头。我掏出一份文件递给婆婆，婆婆看完的表情的严峻起来。资料上面表明，这些年郭思睿和公公一直都在背地里转移财产，想要一步步掏空婆婆的公司，自立门户。我有些担忧地看着婆婆，婆婆直接撕碎了文件。走，念之，一会儿陪妈出去一趟，我倒要看看董事会那帮老狐狸是认郭思睿这个董事长的名头，还是认我这张老脸。当天晚上，婆婆带着我在云上餐厅的包房里会见了董事会的成员，70%的董事会成员都来了。酒过三巡，他们纷纷激动地表示，未来只会拥护婆婆一个人，毕竟婆婆才是当初和他们一起打天下的头，只有少部分的老狐狸还冥顽不灵。
看来老早就被郭思睿收买投靠了他。辉煌过后便是苍凉，送走董事会的人。婆婆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念之，没想到郭思睿和他爸爸早就在公司拉拢人脉，我是他亲妈呀，他竟然也防着我。我起身给赵小璇打去电话，小璇，我们的计划可以开始了。其实婆婆放给郭思睿这个董事长的权力并不多，起码在公司款项上卡得很严格。当初是为了历练他，如今也方便了我和婆婆夺回公司。而我安排赵小璇不经意间在他们面前透露出成交的那块地皮的利润有多大，我不信这两个贪财的小人不上钩。从那天起，郭思睿和公公再也没回过家，倒是隔壁每晚都传出热闹的欢笑声。每到夜晚，婆婆总是落寞地望着窗外，我安慰她，事情很快就会结束的。几天后，听赵小璇汇报，公公这些天频繁地出入郭思睿的办公室，他俩在密谋如何侵占公司那些小项目的利润，以此充盈自己的私库。我知道这条大鱼要上钩了。果不其然，这几天公公的腰板挺得格外的直溜，在公司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嚣张，连带着郭思睿的脸上都多了几分喜气。郭思睿和公公一连几个月都没回家，却安排公司的律师上门提交了2份离婚协议书。与此同时，一家名为郭氏集团横空出世，法人正是郭思睿，他更是放出消息，将在月底的竞标会上拿下成交的那块地。据说王家如母女俩这些天轮番上阵劝阻郭思睿他俩不要把全部的宝都压在那块地上。他俩听完确实犹豫了几分，看来到我和婆婆出场的时候了，给他俩通往富贵的路上添把火。竞标会当天，我和婆婆按时出席，并且时不时流露出焦虑的神情，这让郭思睿父子俩更加相信我们是来抢那块地皮的。几轮激烈的竞拍后，郭思睿父子还是赢了。最终，他俩以郭氏集团的名义，花费7000万的巨额拍下了那块地，而7000万正是他俩目前全部的积蓄。竞标会结束后，郭思睿父子虽然瘫在椅子上喘着粗气，可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路过我和婆婆时，他俩同时勾着唇角，眼底尽是狡诈。我和婆婆都没有签那份极度不平等的离婚协议，而是向法院起诉离婚，状告郭思睿父子婚内出轨，并且转移婚内财产。开庭时，看着我和婆婆搜集的他俩出轨证据，他俩洋洋得意的脸上也出现了丝丝裂痕。最终，法院判处郭思睿父子俩净身出户，从此和江氏集团再无瓜葛。我和婆婆顺利地夺回了公司。休庭后，郭思睿父子靠在一起密谋了一会，或许是想到成交那块未开发的地皮，他俩又恢复了坦然的神色。听说郭氏集团准备将那块地皮建设成本市最大的游乐场，想法不错。可惜在那块地皮建设期间，郭思睿父子也不忘来我和婆婆面前耀武扬威。安静了几个月的客厅里，再度响起公公得意的声音：“我忍你很多年了，知道吗？你不会还以为你是当初那个叱咤风云的江董吧？我告诉你，江氏早晚有一天会被郭氏吞并，江家马上就要变天了。你现在跪下来求求我，我也许看在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上，给你留口饭吃。”哈哈哈哈！婆婆咽不下这口气，欲上前理论。公公伸出一只手捏住婆婆的手腕，随后狠狠一甩，婆婆因为重心不稳摔倒在地，额头狠狠地磕在了大理石茶几上。
这期间，郭思睿一直冷漠地看着这一切，既没有出手阻止他的父亲，也没有上前扶起他的妈妈。哀莫大于心死，王家如也不忘拉着他的妈妈上前落井下石。你也有今天，等着看吧。等思睿拿下的那块地翻倍，到时候你俩别跪在大街上哭，就让你俩最后享受几天郭家的荣华富贵。王家如捂着自己异常明显的肚子，我肚子里的可是男孩，将来是要继承全部家产的。婆婆忍不住开口嘲讽，不知道怀的是谁的野种，还敢在这叫嚣。王家如心虚地看一眼郭思睿离开的背影，阴狠狠地瞪了婆婆一眼后，拉着她妈妈扬长而去。我把婆婆扶到沙发上，婆婆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但是她微红的眼圈还是出卖了她。我叹了口气，婆婆只不过漏了一点好处，他们几个就巴巴地凑上去，以为自己从此就要翻天了。真是一帮蠢货，这么早就不愿意装了。还没等他们得意几天，郭氏集团的游乐场建设就传出项目被政府强制停止的消息。起因是那块土地被检测醚类物质含量极高，属于重度污染区域。真是两个草包，不经过调查就盲目的竞标。那块地皮上曾经是化工厂，经年累月，土壤污染严重超标，变相的其实是一块荒地，根本无法进行任何项目的开发，更别说游乐场了。公公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场中风，还没等送到医院，就撒手人寰了。郭思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准备翻身的地皮无人敢接手，价格暴跌，每天只能守着那块地唉声叹气。听说郭氏集团一夜破产后，王家如想要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可惜月份太大，被迫无奈只能留下。一个风和日丽的晴天，江氏集团的大楼窜进来一个疯疯癫癫的男人。妈，我找我妈，你们全都给我滚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江氏集团的董事长，竟然敢拦我！我来找我妈。门口的保安一脸为难，我挥手让他先离开。我坐在董事长办公室，抬眼打量来人，竟然是许久未见的郭思睿。老婆，我错了，求你原谅我，让我见见妈吧。我眼皮都没抬一下，淡淡回复：妈妈前些天出国旅游了。对了，你这些天没看新闻吗？一张轻飘飘的报纸被我甩在他的脚边。江氏集团江真云宣布和儿子郭思睿断绝关系。郭思睿看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可是妈妈唯一的儿子，是你对不对？是你蛊惑了我妈，都怪你挑唆我俩之间的关系，我和你拼了！郭思睿朝我扑过来的瞬间，被保安摁倒在地，随后他面色灰白的被保安拖出去了。临走前，我还嘱咐了保安一句：以后江氏集团郭思睿和狗不得入内。郭氏集团破产当天，婆婆就把江氏集团交到我手里环游世界去了。这段旅途中，她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不乏有向她表达爱意的。可婆婆说，以后谈爱可以，谈钱不行。后来听说郭思睿因为入室盗窃而收获一对银手镯，而王家如拼死生下来的孩子是个唐氏。当初筛查的时候，他硬要留下来，如今的后果也只能自己承担。更何况孩子的爸爸都不知道是谁，他生下孩子后就神志不清了，每天疯疯癫癫的。孩子如今交给他妈妈抚养。某天我和婆婆一起闲逛时，沿街看到一个女人被一群人堵在墙角打，那个女人的侧脸看着很眼熟。听围观的群众说，挨打的女人做住家保姆时勾引80多岁的主顾，
被老人的儿女发现后赶了出来。我后知后觉，发现她居然是王佳茹的妈妈。我将王佳茹留下的孩子送到福利院，并承诺以后会一直资助她，希望她不会像她妈妈一样，也希望她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